原来成龙真的没有说谎。认识一个人叫谢贤烈，50年前患这个车祸去掉，他今天是个 legend。在香港娱乐圈，能让李小龙靠边站的，敢管尔冬升叫小宝，管洪金宝叫小胖的，除了他找不出第二个。2015年，79岁的谢贤在发布会现场，当着全港媒体的面，狠狠一巴掌扇在了81岁老戏骨曾江的脸上，连旁边劝架的胡枫眼镜都被打飞。事后，受害人曾江笑呵呵地打圆场，说这只是为了给 TVB 节目搞噱头，大家演的一场戏。我们因为演得非常的好，所以大家认为哇。这两人冲突，他一直没有讲，就是他很冤枉，人家骂他。可谢贤却丝毫不留情面，当众硬刚。问一个问题，您别生我气啊！我特别好奇，拍戏的那个曾江老师，那是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好多人以为是假的，以为我听说做宣传，开玩笑，我干嘛要跟 TVB 做这种宣传呢？我好多年前我已经不跟他玩的，我也火爆，他也火爆，我说他跟我在一起，他有没什么资格可以火爆？把人打了，还能让全香港媒体和娱乐圈集体晋升，连句重话都不敢说。很多人都在问谢霆锋的爸爸当年到底有多恐怖的背景。如果把时间倒退60年，你会发现在那个没有4大天王，更没有双周一成的年代，整个香港影坛，谢贤是唯一的神。1936年出生的谢贤，17岁入行，在那个2块钱就能吃饱一顿饭的年代，他拍第一部戏片酬就高达150块，第二部戏拍完直接红透半边天。当时有别的电影公司老板想挖他，怎么挖？请他打台球，故意一局输给他2万块港币，2万块什么概念？当时可以直接在香港买下一套千尺豪宅。1960年，谢贤主演《神雕侠侣》，成为金庸笔下第一代银幕男主。杨过到了70、80年代，他更是霸屏之王，萧十一郎，万水千山总是情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哪部剧没有谢贤，收视率都过不去。1980年，他在《千王之王》里饰演罗四海，大背头，雪茄烟，那个亦正亦邪的眼神风靡全亚洲。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，全香港人都开始尊称他一声四哥。当年叱咤风云的银色鼠队，邓光荣、沈殿霞都是他的结拜弟妹。但谢贤能让娱乐圈敬重70年，靠的绝不仅仅是资历，而是2个字：规矩。2001年，周星驰筹拍《少林足球》，当时周星驰深陷合约纠纷，坊间传闻老东家放话，谁跟周星驰合作就是与我为敌，导致没人敢投资，甚至很多演员避之不及。周星驰3顾茅庐，想请谢贤出山客串反派强雄。谢贤看中周星驰的才华，更看到剧组里有长相酷似老友李小龙的陈国坤，当即拍板零片酬出演。在片场，谢贤展现了什么叫真正的老戏骨的底线。剧本里有一场戏需要谢贤用脚踩在吴孟达的头上，谢贤当场翻脸，坚决不拍。他觉得大家都是演员，用脚踩同行的头是极大的侮辱。最后是达叔为了完美演绎出角色的颓败感，苦苦哀求谢贤真才，这才留下了影史上的经典一幕。谢贤用自己的江湖地位给腹背受敌的星爷撑起了一把伞。谢贤演戏是天才，但他也有个致命弱点，花钱如流水，且毫无商业头脑。他赚得多，败得更多，开公司、做生意、炒房地产，凭一己之力在短短3年内狂亏4000多万港币。但也正是这笔巨债，逼出了香港娱乐圈的另一位天王。1996年，为了替父还债，年仅16岁的谢霆锋被迫签下长期卖身契，进军娱乐圈。可以说，没有谢贤的败家，就没有后来那个拼命3郎般的谢霆锋。多年后，谢霆锋拿下金像獎影帝，在台上哽咽着对台下的父親道歉。我唔知點解呢番說話硬咗喺我心入邊12年。我希望你唔好似我咁擺呢番說話喺心入邊。希望你原諒當日一個咁不知天高地厚、冇禮貌嘅小朋友，可以養大一個咁麻煩嘅小朋友，仍然係對住大家笑面迎人嘅，你先至係最佳男主角老豆。對唔住。晚年的谢贤常常宅在家里无事可做，他给周润发打电话抱怨没人找他拍电影，发个无奈的调侃。咩？你個仔咁有錢，你又坐勞斯萊斯，係嘛？邊個請得起你啊？係嘛？請你一日好貴噶嘛，幾百萬噶嘛。2022年，86歲的謝賢摘下標誌性的墨鏡，憑電影《殺出個黃昏》一舉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創下史上最年長影帝紀錄。人們這才恍然大悟，
那个经常出现在八卦小报上风流倜傥了一辈子的四哥，其实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电影。他没像李小龙那样英年早逝成为神话，他活到了白发苍苍，却用70年的时间告诉所有人，真正的江湖地位不是你认识多少黑帮大佬，而是你帮过多少人，留下了多少传世经典。谢贤，他不是见证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，他本身就是那个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。不论您是正顶住烈日在东八区通勤，还是在北美欧洲的深夜，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您的订阅，谢谢支持。